万恶谷。万恶谷指的不是谷里住着上万个恶人，而是指这里地势险恶，遍体剧毒的蛇蝎虫蚁花草树木多得数不清。人若不慎走入谷中，就不要指望能横着出来。进去一个死一个，进去两个死一双，真正是有去无回。但在这世人谈之色变的深谷里，却有人居住。这个人就是鬼婆婆。鬼婆婆当然不是鬼，她是个人，活生生的人，而且还是个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大人物。鬼婆婆之所以被称之为鬼，一是因为她的脸被火烧得扭曲斑驳，更甚于鬼。认识胆大如牛的人，头一回见到鬼婆婆也会吓得双腿直哆嗦。二则是鬼婆婆的行事作风，鬼婆婆嗜毒善毒，万恶谷便是她的杰作，里面的所有毒物都如她执掌一般听令行事。除此之外，鬼婆婆的医术当今世间无人堪与之匹敌，无论是什么魔症病痛，鬼婆婆都有办法医治。但是鬼婆婆只有心情好才会救人，而且只救女人。即使你名震天下，即使你是世间公认的大善人，甚至一国之君、武林盟主，即使在她心情好的放声歌唱的时候，只要你不是女人，她照样视而不见。任鹏飞站在山脚下，望着山谷深处，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会出现在这个世人皆恨不能退避三舍的地方，自然是被逼无奈。他是来找鬼婆婆救命的，要救的对象是他的弟弟任成飞，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。若不是别无他法，任鹏飞不会出现在这。此时此刻，鬼婆婆是他们的一线生机。任成飞中了奇怪的蛊，这是弟弟突然昏迷，脸色灰暗，迟迟不醒，他遍寻世间名医后才得出的结论。知道是中了蛊，任鹏飞马上调人去查，结果查出一个让人心如死灰的结果：下蛊之人已死，中蛊之人不日也将陪葬。真歹毒的做法，任鹏飞恨不得抽死自己。他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当初要不是送他到西南蛮夷之地去避祸，怎么会被人下蛊？任鹏飞子承父业，是一城之主，年轻有为，意气风发，剑眉星目，伟岸英俊，练得炉火纯青的人家独门武功，让武林中人侧目敬仰。谈笑风生，气质卓约，让多少闺中少女江湖倾国，芳心暗许，眼波投地。然在任鹏飞心底，最珍视的除了父亲留下的杜鄂成，就是这个比他小13岁的弟弟。母亲拼死生下来的孩子，不仅父亲视若珍宝，连他这个当哥哥的也爱之如命。打小这两个大男人就把这个小鬼宠得无法无天，淘气捣蛋。偏生这个小顽皮粉雕玉琢般可爱，爹爹和哥哥宠着没舍得罚，其他人再气，被他扑闪扑闪的双眼一瞅，心肠顿时软糯如棉，任这小顽皮揉搓了。好在家里风气向来刚正，小顽皮终究没变成大顽皮，只是那淘气的性子怎么也改不过来。终于有次在城中闯了场大祸，把一个打骂乞丐的小姐剃光了头，吊在茶楼上任人观瞻。好家伙，结果小姐来自一个连任大城主都不得不礼让3分的世家，城主怎么道歉赔礼，人家都不肯退让，硬要让任成飞这小子同样剃光头，从城门跪到城尾，同时要说对不起。任鹏飞怎么舍得？曾经再如何生这小顽皮的气，顶多也是装模作样，瞪一两眼了事。现在爹病逝了，死前再三嘱咐照顾好这个淘气弟弟，别说是爹的吩咐，这个爱弟如命的任鹏飞
自然不肯让他受半点委屈。正好当时人家在西南之地的生意出了些问题，要派人去处理。任鹏飞斟酌良久，便让弟弟一道同行，算是去避祸。弟弟不在，对方也不能硬来，趁这个时候他再努力一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从小被家人保护过度，离城外远些都被再三叮嘱，还需要派人保护的任成飞心有不愿，但知道是家人的疼爱，他也没多少怨言。如今能够外出远行，自然点头如捣蒜。还没听完哥哥的叮咛，他的心就已经飞出9天之外也去了。结果这一去就出了大事。没过1个月，带弟弟去西南的人快马加鞭，急匆匆地送已经不省人事的任成飞回来，说他某日外出回来后说身体不适，叫大夫来看也查不出什么。结果一日比一日虚弱，他看着不妙，赶紧把人家的宝贝小少爷送回城里。任鹏飞立即请来名医为弟弟诊治，结果请了不下20位，才终于诊断出是中了蛊。又赶紧叫人去西南调查，中的是什么蛊，为什么会中蛊。结果查出是弟弟淘气惹的祸，不知当地民俗，冲撞了人家绝对不允许亵渎的神明，被下了死蛊。这种蛊是以下蛊之人性命为引，只要下蛊之人一死，这蛊连当地人听了都摇头说回天乏术。弟弟脸色越来越暗，气息越来越弱，能找到人都找了，能求的药也求了，半点用都没有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唯一的弟弟死去？任鹏飞咬一咬牙，亲自把弟弟虚弱的身体包裹好，一路不停奔波，赶到了万恶谷。任鹏飞在山下已经决定好，只要弟弟还有救，不管鬼婆婆开出什么条件，他都答应，即使一命换一命，他也绝不会犹豫。不过万恶谷里到处毒物，接下来该如何进去？任鹏飞心急如焚地在原地打转，派出去查找禁蛊方法的人还没回来，弟弟性命危在旦夕，浪费一刻，死亡的脚步就越近。当他脚下都快踏出一个坑的时候，任鹏飞的属下回来了。属下明白主子此刻的心情，赶紧凑上去直接说道：城主查到了，要到附近的小村子里找一个叫雅姑的妇人，想找鬼婆婆看病就得去找她，她会带人进去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找人。这名属下却露出一丝犹豫，紧接着又道：属下还打听到，雅姑其实是鬼婆婆的弟子，她只会带女人进入谷中，其他人等一律不理。说是有人用逼她，她就会故意带错路，让人进得去出不来。那该怎么办？任鹏飞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城主，属下一脸难色，吞吞吐吐。有什么话快说。这名属下只得说道：我们可不可以男扮女装，先骗过雅姑带我们进谷？任鹏飞心目直扫身边忠心不二的属下，几乎是同时，手沉重地在他肩上拍了拍，低声吩咐道：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？为了弟弟，他连命都可以不要，男扮女装算得了什么？毕竟也是在江湖上混的，易容之术不算精通，但绝对能糊弄不少人。除了几个面目实在阳刚的过分的属下，一行人经过精心装扮后，竟以假乱真，一群莺莺燕燕，新鲜出炉。若是走在大街上，不说万人空巷，起码也能引不少人驻足观望。不过一群人中，比女人还像女人的，只有被任鹏飞抱在怀里，已经是半生半死、虚弱不堪的任成飞了。他的相貌本来就神似母亲，经过打扮后，什么大家闺秀
小家碧玉全给比了下去。若是他清醒着嫣然一笑，倾国倾城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吧。也许是任成飞的原因，也许是他们的打扮以假乱真，竟真骗过了雅姑。不过他只肯带2个人进谷。任鹏飞没有迟疑，他带着弟弟进去，其他人在外面守候，见机行事，但绝不能贸然行动。2个药囊分别塞进任成飞和任鹏飞怀里，一根草绳中间挂着2个小铃铛，各自系在雅姑和任鹏飞的手腕上。任鹏飞背起不省人事的任成飞，为防万一，还用带子把彼此绑了个结实。临行前，雅姑指手画脚表达了一个意思：记住，若我不把绳子解开，你绝对不能睁开眼睛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矩，去别人的地盘就需要遵守别人的习惯，这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不会导致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甚至是不受欢迎的境地，这便是入乡随俗。这个道理10岁起就跟随父亲在江湖上历练的任鹏飞比谁都懂，并且在这种有求于人的前提下，自是对雅姑提出的条件一一应允。对于此去万恶谷，说不上是什么心情。在雅姑的示意下，背好虚弱的任成飞，任鹏飞仍老老实实闭上双眼。雅姑在前方带路，一根草绳维系任鹏飞的行动，逐渐深入山谷。首先是气味变得不同，原先清新的空气慢慢变得腥臭。其次是周遭格外的阴冷空阔，尤其是闭上双眼时，感觉分外灵敏，四处仿佛有无数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冰冷地盯视他们。这种感觉很不好，任鹏飞有股想立刻睁开眼睛一探虚实的冲动，却每一次都在铃铛声响起时奇异地平静下来。背上的任成飞呼吸越发微弱，任鹏飞索性埋头不管不顾，继续朝前走。此刻谷中住着的那个人是任成飞最后的希望，任鹏飞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他，否则他无言以对九泉之下的爹娘，万死难辞其咎。不知道前行了多长时间，迎面的一股清风吹散本来萦绕不散的腥臭，任鹏飞顿觉精神焕发。这时雅姑走过来解开系在他手腕上的绳索，任鹏飞终于得以睁开久合的双眼，起先是一愣，随后不禁感叹：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了吧。春光明媚，小荷潺潺，彩蝶翩翩，花香四溢，视线流转每一处都合适的仿若鬼斧神工。19岁便已经踏遍世间山河的任鹏飞，差一些就被此等美景迷去心魂。雅姑似是对他的愣怔见怪不怪，面无表情地扫过一眼，也不提醒一下，抬脚便走。好在任鹏飞没忘此行目的，敛回心神，背好弟弟，亦步亦趋跟上。踏过花香小径，一路前行，约有半炷香时间，绕过一道山沟，不远处几间屋舍与山林间时隐时现。终于走到小屋前，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屋前药铺间忙碌。任鹏飞还未来得及松一口气，这黑色的身影蓦地站起，头也不回，发出尖利如刀锋磨石的声音，冷冷道：雅姑，你怎地把2个臭男人带进谷里来了？雅姑脸色大变，退后几步，惊慌地上下打量身边的2个女装男人。任鹏飞心神一凛，快走几步，抱拳以礼躬声道：这位想必是万恶谷主人了，在下是任鹏飞，乃都鄂城现任城主。任鹏飞还未踏进院门，眼前叮一声，松土小铲深深插入他面前的泥土之中，至于木质握柄在外，只差1寸，这把小铲
就能把任鹏飞的脚趾铲下。动手的人没留情，之所以差1寸，是武功高强的任鹏飞电光火石间险险避过。我管你是天皇老子还是地府阎罗，敢出现在这里的男人，不是成了花肥就是要人。今天我心情好，让你选一个。任鹏飞抬头，认识他早有准备，还是被惊得倒抽一口冷气。万恶谷主人被称之为鬼婆婆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斑白的发下，一张根本不似凡人的脸，火烧过般黑黢黢一片，皮肤全然不见，大小不一的肉瘤几个或10几个堆积起来，将眼睛鼻子嘴巴挤得根本找不见，还把脸撑大了不仅1圈，简直比故事中形容的恶鬼还惊悚，可怕至极。耳边才传来尖锐的冷笑声，下一秒，这张能致人每晚做噩梦的脸蓦然在眼前放大，任鹏飞惊得忍不住连连后退，而这张脸同样步步紧逼，尖锐刺耳的声音一直在耳边重复：男人，告诉我，我美吗？我美吗？我美吗？任鹏飞被逼得只能用力合上双眼，一颗冷汗顺额滑下。你怎么不看了？怎么闭上眼睛了？啊！尖锐的声音忽然变得愤怒不已，甚至还能听见其中极度愤恨的磨牙声。这就是男人，男人，恶心的男人，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，找死，找死，找死！鬼婆婆的杀意瞬间迸发，而任鹏飞再顾不上其他，蓦地睁开眼睛，扑通跪在地上。婆婆，鹏飞求婆婆救弟弟陈飞一命，恶婆婆能出手相救，鹏飞也赴汤蹈火，就算婆婆想要鹏飞一命相抵，鹏飞也绝无怨言。鬼婆婆仿若听到了最可笑的笑话，突地放声大笑。你们进来了，命就是我的了，我还要你的命做甚？再说了，我也根本不稀罕你们这些臭男人做任何事情。婆婆，任鹏飞抬头想再劝说，却发觉脑袋发晕。他顿觉不妙，正欲起身，结果一动，身子反而像抽光骨头一般瘫软在地上。万恶谷里到处是毒物，就算你进得来，我也能让你出不去。我要让你们这些臭男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中毒之后，尽管脑袋混沌不辨东西，但自鬼婆婆身上传来的杀意，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恨意，却是再清晰不过。任鹏飞知晓，鬼婆婆句句是真，外头关于鬼婆婆对男人的痛恨与残忍也是真。世间万物，有因才有果。身为都鄂城城主，任鹏飞直隶属下过百，掌管中原生意，睿智拙见。他不是乡野匹夫，更不逞无谋之勇。这次前来万恶谷，早已预料到凶多吉少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自然是有备而来。但这个备在任鹏飞看来却是个险棋，尤其是对性情不定的鬼婆婆而言，本想试着开条件，试着恳求，结果鬼婆婆毫不理会，甚至还令他与任成飞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之中。背上忽然一轻，弟弟任成飞被鬼婆婆一脚踢飞，透过模糊的视线
看弟弟虚弱的身子在地上倒滚，任鹏飞的心被什么狠狠地一遍遍抓挠，所有的挣扎与努力皆化为无能为力的颤抖。切，这小的活不长了，留着也没用。雅姑，直接搬出去剁碎了，埋进土里做化肥。这大的嘛，长得倒是挺健壮的。老身正好缺一个药人试药，试完药，再掏出他的心，挖出他的脑子，做一个有股控制行动，不怕痛，也不怕死的诗人吧。比死还要可怕的莫过于此了吧。连见惯血腥场面的任鹏飞都不禁背脊发寒。眼见任成飞要被雅姑拖走，任鹏飞艰难地把重如千斤的手伸进怀里，似要掏出什么的时候，眼尖的鬼婆婆用一根长约半寸的大钉子穿透他的手骨，钉在地面上。任鹏飞顿时痛得面白如纸，豆大的汗挂满额头，一个东西随之咕咚咕咚从任鹏飞怀里滚落，根本不是什么暗器。鬼婆婆定睛一看，怔住了。清风徐徐，却吹不走空气中弥漫着的诡异的秘境凝重。静静躺在地上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且再破旧不过的波浪鼓，鼓面上用青颜料写下的青青二字，在岁月的洗刷下已经褪了不少光华，却遮掩不住当初写下这两个字的人是如何的期待与用心，是如何的甜蜜与憧憬。一只苍老的手颤抖地捡起这个小鼓，翻过另一面，咕咚一响，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安康二字。青青安康，鬼婆婆的目光再次落到任鹏飞身上，这一次不再只有冰冷刺骨的杀意与让人头皮发麻的恨意，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深沉，还有忽略不去的连呼吸都不由凝滞的压抑。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感觉。任鹏飞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在不安地砰砰乱跳，这就是他的有备而来。倾都鄂城之力查找一个人的过往易如反掌，尽管鬼婆婆的曾经已经随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去，但总还留下蛛丝马迹。所以任鹏飞最终还是知道了造成鬼婆婆如此憎恨男人的因。人们总说找到症结所在才会有办法解开，可是死结又如何解？任鹏飞来之前就不止一次无奈叹息，但弟弟的情况容不得再拖，所以任鹏飞左思右想之后，揣上属下找到的波浪鼓，来到了万恶谷。往事并不全是无奈悲伤的，但人们却总是更清楚地记得不快乐的事情。任鹏飞知道这个小鼓只会给鬼婆婆带来不好的回忆，所以他不到迫不得已，实在不想去用。谁知道鬼婆婆见了这个东西，会不会因为忆起往事而更想痛下杀手呢？